今天是网友点菜环节，往常都是网友点菜博主吃，今天我打算让网友点菜网友吃，给网友做了一个纯老汤肘子，这汤能是我奶80来年吃肘子一勺一勺攒的。完他还点了个前帐口的鲍鱼给包，这吃挺来卖，说等会庆这高低得带我去，咱也不明白为啥。完还点了个荞麦腰花，但这菜辣，我怕他吃拉肚了，我特意把这段戴手套拌菜的过程给录下来了。就他要穿上了，我指定是拦不住，但我不能背这锅呀。完这老小最近减肥呢，说已经装1个多月了，我说那咱主食吃菜团子，但是我还是做了一个芝士蛋糕。我说你这么想啊，减肥期间摄入点热量，那最多是个减肥失败，但你要胖的没边了，还舔脸吃蛋糕，那你在别人嘴里就是没皮没脸了。完了，社会上规矩咱也懂，点了一桌子，我不得净拿菜啊？给他做了一锅羊杂汤，还炸点辣椒油。我听说这活爹在家连饭都不会焖，这样我寻思你掰着白菜帮蘸点辣椒油，好歹能扛饿呀。完最后他点了几个家常菜，我寻思这怎么的，是照顾我呀，怕我多花钱呢？他说不是，我就想看看你和我家北门卖盒饭这个大爷到底谁狠一点。来吧，香香了，老枣、志高、羊汤、油椒、爆鸡。第三，辣油、菜籽、半腰、包肉。完我问我弟去不去，他说有那功夫挣钱不香吗？这个见着网友了啊，应该有的人也在网上刷着过他，现实嘎嘎板着，嘎嘎权威，而且对待外卖非常严谨啊，特意洗了个头，还喷了香水下来求的。我一度觉得我那个肘子都没有他香。我奶早上不知道吃啥了，说让我随便做。我说咱俩这么近关系，怎么能唠随便的嗑呢？完我跟我奶裹个大被拉市场去了。你别说，我奶一到市场就来灵感了，腰了点肉，说做个溜肉段，完还买了2斤排骨，说要吃红烧排骨。然后卖肉的老小问我奶说：“大娘，这么多肉你能吃了吗？”我奶说：“你就卖肉呗，你操那心干啥呀？你趁你能动弹，赶紧再给我浇点肉馅。”完我奶说：“我想吃点豆角，好长时间没吃豆角了。”完了他问我说：“你信不信拿肘子炖豆角肯定能好吃？”我说：“奶呀，事儿我信，但你这个行为属于大白天点灯戴帽打伞啊，多此一举。”完我做了个土豆肥牛锅，我一尝，这挺香，直接做成土豆肥牛饭了。然后我奶说想喝砂锅粥，这东北老太太现在让我整挺潮汕，放冬菜和花生酱比我记还清楚。完今天闲的，我先给他烤点可颂面包。前2锅因为翻车太早了，还没等烤就让我毁成酥皮了。这锅终于沾点边了，但是我太紧张忘放糖了。后面我还想再搏一搏，但我发现没有欢乐豆了。我说赶紧的吧，掏出人类科技之光吧。真的，这种烘焙的东西只有做一次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贵。这玩意儿在家做损耗太大了。来不香香了，爆豆、土牛饭、红骨、潮州、外包、溜段、肘角、煎鱼、肉茄。我奶现在有点上火，这囤大葱没晾干，都烂一半了。我问一下子，有没有懂大葱的朋友？这么整行不行？要是肯定不行的话，我再问一手，有没有卖大葱的朋友？我奶家就这么些葱了，让我熬印了。要说不行的话，我得想招给我奶这坑填上。我们农园今天领他媳妇上我家吃肘子烩饭来了，我也纳闷儿，你说人别人媳妇怀孕都是回娘家赶上伙食，那他2口1个月上我家来一趟，比上产科检查还准时。完，那媳妇说想吃个巴斯克蛋糕，1个礼拜就1次吃甜食的机会留给我了，但是更馋辣的，还想吃部队火锅和麻辣肥肠。我们同学说他俩现在出去吃辣的都是偷摸去，完了怕崩身上有点子，还在车里备了好几套衣服。但是百密一疏啊，有一次还让他丈母娘给发现了，他丈母娘苦口婆心的劝他，后来劝累了洗澡了，他老丈人又上来了。据他媳妇儿回忆啊，说这2口上一次心这么齐还是上高中的时候给他讲早恋的25条危害。完了保持营养嘛，给他媳妇儿做了一盘麦片虾，还做了个灌焖牛肉和猪脚姜。我说哥们儿，2酸2辣5五开啊，你家老丈母娘和老婆婆谁来也挑不出我毛病吗？不是你快别整事儿了，现在大概率是男孩，已经连夜退了300来件小裙子了。我一听这话，赶忙在鱼阳鲜又加一大把枸杞，完了又给做了一盘蒜蓉秋葵。我说兄弟没办法越界帮你，但是在我能力范围内的也只能帮你赶进度了。完还做了个蒜香小排和芝士榴莲饼。我烤了2锅排骨，出这么多油，就你要想吃油炸还不想买空气炸锅的话，我还有一个办法，你可以把你家秤砸了。来吧香香，那蒜葵、麻肥、麦虾、罐牛、鱼羊、猪姜、蒜排、肘饭、八糕、布菇、溜汁。完天冷路滑的，我本来说给他俩送去，这2口溜达达的孩子自己来了。你说吧，我家孩子就想吃一口肉的秤，你消气吧。我那几个舅下礼拜要手拉手上南方包东西了，完临走上我家吃顿饭，我寻做点他们平常在家不咋吃的，拿前帐的酱炖了个大牛排。我姐也来了，我给做了碗胡辣汤。她一进厨房就感慨说：“哎呀，满屋子的烟火气呀！”你等我哥来的时候憋半天崩出一个屁来。
说哎呀，这油烟味有点大呀。完了，给我姐做了一个4倍快乐的芝士蛋糕，还蒸了一锅奶黄包，这真是实在亲戚的。你瞅这黄让我塞的，然后烤了2个东北版的山姆牛肉卷。我跟我姐有一次，我俩吃原版的，吃仨没吃饱。我说今天干脆在家烤个大点的吧，吃着过瘾。完做了一锅羊血火锅，这一周盖我大舅拿手机补一下过来了，他说先练练拍照水平，等开春回来跟几个老哥们探探店。哎，你说这人踏踏实实一辈子了，临了不学好，你说。完，我二舅愿意吃辣，我这个卤点鸭货，还炒了一个爆辣的鸡胗和一个更爆辣的酱炒鸭。这个世界可能所有孩子都是含着金钥匙、银钥匙或者塑料钥匙出生的，唯独我二舅是个例外。我感觉他出生的时候含了一管辣根。真的，我在这炒辣鸡，我二舅就说不正宗，这顿给我放辣椒啊！我到后来一度恍惚了，我说正宗辣子鸡是不应该放鸡呀？来吧，全家的奶包、4只糕、卤货、辣胗、光牛、辣鸭、蟹锅、辣鸡、冬牛卷、糊汤。行了，那赶紧吃饭了，我姐饿都拉脸了，说这一会儿瘦好几斤。但是她被我的4只糕彻底折服了，她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么极致的快乐了。我说那你上一次这么快乐吃的啥呀？她说那天没吃饭，那天给前男友踹了。我今天发一下这个炖肘的配方啊，按这料来，出锅就是老汤肘子。完，我用原汤挂点芡，再拌点葱花，直接就爆包了。我发现那手勤快的吧，他就问你肘子配方是啥；还有那手懒，那是嘴勤快的，他他妈天天追屁后的问我到底缺不缺奶。完说你要说了不算，那什么，你再问问你爷。今天给我奶煲了一锅老鸭汤，咱看看啊，你就说这鸭舌贵，我买了一整只鸭子，这嘴里掏的比我兜都干净。完了还做了一个尖椒酿肉和鲍鱼炖土豆。我奶说正好你爷牙不好，他吃土豆，我只能委屈吃鲍鱼了。然后做了一个鱼香荷包蛋。我奶说有一天你要开饭店，一定把这个菜上上，小姑娘肯定愿意吃这样酸甜的，因为奶也年轻过。给奶烤了一锅日式红豆包，这个是新发现，这个确实挺好吃。做了一份酱焖鱼子茄子，这菜你信我，来人你做一次能给你家米缸吃空的。还炖了一锅酸菜炖骨棒，我爷就愿意吃酸的，我奶就愿意吃骨棒，就他俩这种默契让我一度产生怀疑。我说爷，你是不是从来就没吃着过骨棒啊？吃过怎么能说肉不香呢？这事儿有道理吗？没有道理啊。来吧，香香的煎酿、爆豆、子啊、酸棒、肘包、鸭汤、鱼蛋、红饼、大饼、豆宝。行了，往奶家去了啊，记点今天教我们炖肘子。奶，你这个你也，我有点贪哈。吃吧，没事，好。